有啥子呀？侬等一下，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小 A 总跟吴雅在一起啦？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干吴雅？今天钟姐给咱签完了，就心里就是空空的，说不出来什么感觉。我就想和小白说，我就去了他平时和同事打好球的地方，撞见了。朋友安慰我，没事。我还真没法安慰你。艾临江高富帅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，他都比你占优势。红满里你，弟弟，我知道你很可怜，妈妈走了，女朋友又分手了，但你自己关起门来，怎么伤心难过都没事，你不能把情绪带到工作里。更可笑的是，你还和客户动起手来了。是他先惹的我呀！他今天说话过分，那也是你给的机会。明明跟我说不想见客户，哦，一听是艾临江，立马答应了，还砸钱买衣服，要个一别苗头，是吧？他抢了吴雅，我就是看他不爽。抢？你以为吴雅是什么啊？奥特曼、变形金刚，你们两个谁拳头硬，他就归谁。他不就有几个臭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哦，听你这意思，你觉得吴雅是为了钱跟他在一起的？你觉得吴雅是这样的人吗？我做啥？我问问小雅，是不是因为钱跟他在了一起？我可能晃头了侬。给我，给我！就算吴雅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，你能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你给我！我生，好跟你说话不听，非让我把话说绝是吧？吴雅之前是你女朋友，怎么了？谈恋爱不能分手啦？结婚还能分开呢？她想跟谁好跟谁好，那是她的权利。你自己不争气，别怪别人看不起你。看什么看啊？看了没用。我都讲我不听。臭死了！没事吧？我都不敢出来。他弄不得噶，做功课去。我作业做完了，明天要默的也都背完了。另外跟你汇报一下，这次英语月考88，90分胜率在望。蛮好的啊，要继续保持。哎呀，
总算还有一件让我顺心的事情，帮妈妈多背诗。哦。小周哥哥到底犯什么错了？你要这么说他？别气，气死他！我操死！快进来。跟我抢女人，要不是我给你生意做，你连饭都吃不了，在这儿跟我叫板，你敢？老妈，小周哥哥已经够可怜了，你就别骂他了。那我能怎么办？当然是好言相劝，安慰他呀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可他非要走极端，那对不起了，我只能骂醒他了。你就不怕他想不开吗？他再惨有我惨。我10岁的时候，你外婆走了；39岁，你爸外面有人跟我分开了，我都活得好好的，他死不了。No No No， 有科学研究证明，女人在承压能力上远远高于男性。更何况，老妈你可是女人当中的钢铁战士，对于你来说能承受的事情，对其他人可能就不行。你想想老爸，一点点事情就躲起来，对不对？这倒是啊。所以啊，你就别再骂他了。万一他想不开，谁来给我补英语啊？哟，补课给你们补出感情了是吧？穿同一条裤子好得不得了了。No， 啥地中嘞？还操心别人事情，快睡觉。书包理好啊，明天别忘拿啊，快点困啊。小周，吃水果吗？小周，我有东西在书房，开个门好吗？你在干什么？开开门好吗？你不开门，我进来了。薛小周，你在干什么啊？那个，我刚刚说话重了一点啊，你不要放心上。我是替你着急，你知道吧？胡曼离，你骂的对，我是挺让人瞧不起的。不，你很棒，很优秀，你还是有优点的。
钟宁那一单要是没你，我就做不成，对吧？你不要再骗我了。钟宁那一单，你早就有解决方案了，对吧？2年前，你在网上视频科普过。啊？是吧？哦，可能时间太久，我忘记了。你不要再哄我了。其实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死了，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。你别走呀！干嘛？徐小周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松手！小周，你别吓我！小周，你快下来呀！不要这样！我求你了，你要死也不要在这里死呀！你从这里跳下去，我的房子就凶宅地下的呀！弟弟啊，弟弟，我错了，快下来！你别吓我！你不要把我推进去的话，你下来呀！你下来！你放手！我是想把头伸出去吹吹风，让我脑子清醒一点。你们家5楼跳下去死不了啊！你放手！真的假的？快放手！那你下来！你放手！你下来！放手！你下来呀！好，我下来。啊！裤子！哎呦！你神经病啊！你想吓死我啊！不是你干什么呀，胡曼丽？我真的没事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不过，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吧。反正我想明白了，从明天开始，我要像个大人一样，面对生活，面对现实。如果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可以继续骂我吗？直到我长大为止。我是你什么人，这么吓唬我？哎呀，死了！我这寡妇女了，我不要面不都吓出来我。哎呦，你是我姐姐啊！哎呀，你刚才不是跟小艾总说我是你弟弟吗？谁要做你姐姐？我当真了啊，不过叫姐姐是太肉麻了一点啊，还是叫你小胡吧。啊，来，侬不要帮我，真是的。老妈，弟弟啊，来，妈妈来，快点！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马斯蒂，你真的是不要在意。哎呀，真是，哎呦。回来了。啊，怎么了这是？又让人给非礼了？哎，别胡说，工作上的事，郁闷的。怎么了？小妖精费了好大的功夫，陪客户看了几10套房子，好不容易谈成的生意，被他们主管领导私自降了1个服务点，把生意给撬了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不销单了是吧？哎呀，别难过了，这种事情呢，在职场上是很常见的啊。就是，谁让人家是领导呢？我已经跟他们同流合污了，1个礼拜我扮演了4回买家，我完全按照他们的规则在玩，可是结果呢，还是不行。我老板都说了，像我这样坏过规矩的人，全行业封杀。哎呀，你成熟点儿，生活中这种事儿太多了，慢慢就适应了。我最烦的就是你们这种人，用成熟的名义妥协，用正常的名义面对所有的不公平、不公正。哥，
你们公司对你不公平，欺负你是个软柿子，把你送到国外去，你觉得这很正常？啊？好，可以，这是你的选择。可是在我看来，面对所有的不公平，都觉得正常的人才是坏人的帮凶。你们全都是坏人的帮凶，总有一天你们会后悔的。老公，辞职吧。我觉得曼曼说的对，以成年人的方式妥协，他就是认怂。哎呀，我已经过了对天对地的年纪了。行吧，随你便。曼曼她不懂事儿，等她到我这个年纪，她就知道妥协是退一步海阔天空。真哥早。走。哎，真哥早。走。哎，走。保安怎么还没来？应该马上就到吧。哎，你去安抚一下啊！你去安抚一下。啊，我去安抚一下去。走啊，咱俩去安抚一下。Mike，等着，一会儿看好戏吧。老板，我帮你把这些都没收了。啊，我一直告诫他们，不要干这种事，要冷静，要通过平。企业要发展，个人也要发展。你可以辞职，但你今天这么一闹，你可以上用人单位的黑名单。你从业10几年，你不希望把自己的一线的奋斗全都白费了。今天这个状况，完全可以把你开除。就算今天没有这么一出，年底的考评，你也会再被淘汰最后的那个7队。这样考量下来，去尼加莱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当然，选择权还是在你自己。既然你上有老下有小，你就更输不起。你不要被某些人怂恿，当了僵尸。我希望你好自为之。杨真，你知道这个健全的公司，制度化做得越好，越是没有谁是不可或缺的。我知道。那你知道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，公司并不是非谁不可。我明白。你明白？你还要闹？因为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人了。用成熟的名义妥协，用正常的名义面对所有的不公平、不公正。人总是不能以成熟的名义去妥协，总是对不公平的现象视而不见。你觉得哪里不公平？首先，产品召回责任不在我；其次，去尼加莱的发展策略无可厚非，但是人力安排欠妥，人力资源是不可替换的。这些不是你说了算，当然不是我们这些人说了算的，都是你们这些做老板椅的人说了算的。其实我对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一直都不太认同，个个争上游，总有人被落下吧？落下的人怎么办？不是被淘汰，就是被你们发配去国外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都不接受去尼加莱这个结果吗？因为在某种意义上，只要他们去了，他们就被扣上了一个失败者的帽子。如果不成功就是失败的话，那这世上失败的人就太多了。成功的翻译词就是失败。
你说的对。那就让我来做这个失败者吧。你要好好考虑一下，你会上黑名单了。随便。你不是上有老下有小吗？我大不了让我老婆养我，我老婆挺能干的。现在都不知道敲门啊？这是品牌重塑的计划和种草拔草的策略，你看一下。还有，明天下午把时间留出来，我约了个场景营销专家，咱们也去看看什么叫做 LBS， 场景交互系统。哎，技术方面我可是白痴啊。沈总，你现在还有24小时可以补课。关门。Yes, madam。今天呢，既然大家都在这儿啊，我呢就宣布一件事情。哎，这么巧，我今天也想宣布一件事情。那你先说。女士优先。我先说。哎，那你那事儿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？这就得看你从哪个方向来看了。我这个也得看是从哪个方向看了。就行了吧，你们俩来来回回打什么哑谜啊？有什么话就直接说，赶紧的。你先说嘛。啊，那我先说，好吧，我来替她说，她怀孕了啊！真的？我要当姑姑啦！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米宝，我这次可一定要好好保胎啊！你是有过这个流产经历的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从现在开始头3个月你在家里躺着给我过。哎呀，没那么夸张，医生说了没有关系的。什么叫没关系呀？是医生的肚子还是你的肚子啊？出了事情谁负责？我跟你讲啊，保胎药必须天天吃。想当初你就是我打了1个多月保胎针保下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又老焦啊！那你呢？啊，你呢？哎呦，就那傻小子要当爸爸，傻死呢！赶紧说吧。我要失业了。啊？菜齐了。这怎么全是生的？这不有熟的吗？你把我们当兔子了。你媳妇儿需要营养。这你们就不懂了。我看过一篇养生的文章，他说所有这个煮过的蔬菜啊，里面的酵素全部都被破坏了。但是这个黄瓜就不一样了。你们没有感受到它旺盛的生命力吗？
你们以后得听我的，要学会养生。我现在要去叫外卖，想吃的跟我来。我要吃烧烤。我吃馄饨。好。给我点2个腰子。你怎么没去倪家来啊？这怎么哪儿都能遇见你啊？这就是缘分啊！倪家来纪念品呢？啊，我辞职了。很好，好什么呀？都失业了。这正是弑父的象征。哎呀，甄大夫，这不是你真实啊。哎，辞职以后什么感觉？很平静。有没有一种满足之感？满足之后的空虚之感，空虚之后的疲惫之感。你还要继续找我来看病。你是我最典型的病例，你照着母亲的形象找了妻子，证明你有典型的欧迪普斯情节。甄大夫，我真没病。哎，你听我说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马上就要当爸爸了。很多人呢说男人对这种事情是后知后觉，但是我现在很有感觉。性别倒错。哎，我特别希望能在怀孕期间检查你的荷尔蒙变化。甄大夫，再也不见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啊。公司需要新的增长点，楼宇广告虽然已经饱和，但是精准投放这块还是有的做的。来，我给你们演示一下。高科技啊！有没有谁想试一下的？我来试试。这个好，这个有点意思啊。明宝，来试一下。这个有点意思啊。还有谁想试一下？哎，我来。这我今天早上刚搜的，他就知道了，侵犯我隐私。蒋梅，最近有点恨嫁啊。这是大数据的一种渠道应用，它会跟你。你今天必须来产检啊！都拖了1个礼拜了。我要是自己有那功能，我用你来啊！什么马上？你上次也说马上，我在你们公司门口等了你3小时。沈明宝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做是对你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不负责任，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。快点，在这等你啊！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要去做产检。产检？天哪，你简直是西施好老公啊！哎，我老公他绝对不可能陪我来做产检。不是嘛，你老婆简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们老公肯定忙，我这闲着没事儿，我就过来了。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来的呀！你们老公肯定是忙，为什么我替你们老公做点什么？要不然我帮你接点热水去吧。谢谢。我帮你打热水，什么需要交费的单子吗？我帮你们带过去，帮你们跑团。你们有什么需要告诉我啊？我先给你打点热水啊。真好。喂，我会看怎么样了？不能用手机。哦。产检呢？大夫，这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确定。你这宝宝是哪儿不好了吗？我上次产检的时候还都好好的呢。等一等。我就说吧，让你别上班，头3个月那么重要。
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下好了吧？哎呀，我错了。哎呀，我不是担心宝宝，我担心你，岁数这么大了，身体经不起折腾。都别说了，没完了还。宫内阴沉10周，双胎。双胎？双胞胎？这说谁名堂？哎，你怎么开得更慢啦？哎呀，这挺快的了，咱车上现在4个人呢。不过这一下来了俩，咱们这经济负担可又上去了。哎呀，咱俩难挣。哎，你说这个到时候咱得请月嫂，得请金牌的吧？还得是2个。哎，这个婴儿用品咱得买双份啊。哎呀，完了，草率了，这婴儿车买早了，咱回头给他退了，换个双人的。你呀，还挺有当超级奶爸的自觉啊！人都说了，说我性别倒错。谁呀，嘴这么坏？哎呀，不过，杨真，这俩要是出来了，咱家可怎么住啊？哎呀，没错啊，现在有点住不下了，一下来俩。哎呀，没事儿，积极更健康。妈，哎，快出来！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啊？哎呀，我们2个去产检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孩子怎么样啊？啊，结果怎么样？您自己看吧。双胎啥意思啊？就是您看到的意思。 2个双胞胎。真的，你看这一个，这一个，哎呦，太好了！你嫂子真厉害，一怀就怀俩，行啊你。那宝宝出生以后，是不是家里都没有我睡觉的地方了？有啊，厨房、厕所、床底下都可以睡。哎，别下手吧，快给嫂子点水，快去。哎呦！哎，干嘛？太危险了！哎，帮着捡一下，捡一下。你不管。至于吗？哎。下班了节点啊。拜拜。拜拜。什么呀？双胞胎。双胞胎？真的？哎，恭喜啊！姐夫请客吃饭。没问题。哎，你说你都吃了些什么呀？这一下能怀俩？也就10天一个人形手屋，8天一个千年老参，5天一颗灵芝，3天一只王八，1天一只鸡。你这孩子怀的不是时候，真是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是孕妇，受法律保护的，别拿你资本家的嘴脸对我啊！哎，我这刚找着点成功人士的感觉，你就又给我出难题。哎，问你个事儿，你讲吧，我现在什么打击都能承受得住。有没有合适的职位能够给杨真啊？她吃得了这个嗟来之食吗？所以我说要合适的嘛。我给你推一个猎头的微信。好，谢谢。他是公司的领导层，我的面子他还是要卖的。喂，知道了。我有一个重要的客户要去送一下。哎，这个人在朋友圈里发这么性感的照片，是个正经人吗？
亏你还自诩职业女性，知不知道这个年头干什么都要看脸的？我没听说找工作还要看猎头好不好看的。家里的糟糠之夫还当成宝了。跟你这种分分钟结婚离婚的人哪能比呀？我们这种传统的也只能在乎家里的那个了。谢啦。婉儿姐，这儿有个你们老大的快递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哎，婉儿，我昨天管你要的安泰的方案你还没给我。一会儿的，我先把快递给老大送去。那你别忘了，很着急的。老大，进。快递。谢谢。沈明宝怀孕，总经理职位可能出现空缺，还有新飓风。沈大经理如何？告诉过你许可欣不简单吧？如此看来，总经理宝座又将易主。老板这边请。薛总，你们不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再见啊。嘿，好，再见。你俩先去忙吧。好的。我这刚怀上孕，你就跟别人打情骂俏啊？什么情况？这个叛徒，这么快就发给你了？我是要吃醋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个男的，绝对是个渣男。你也得体谅体谅我的感受。你一个孕妇，1级保护动物，还闹过劳务纠纷，谁敢把你当成劳动力啊？我哪儿像孕妇了？你看我像吗？我像吗？我不是个正常人吗？别自欺欺人了，行吗？从闺蜜的关系上看，我恭喜你造人成功，但从雇佣关系上看，这的确是个噩耗。你得允许我找个备胎啊。可以啊，那这个人情得算我的。在戚薇那儿，这事儿得是我主动提出来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师徒俩自己勾兑去吧。行。看，这个是给你的，这个是给宝宝的。你这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东西啊？真是，哎呀，快坐，快坐，手机给你倒点水。哎呀，你不用麻烦我不可。没事儿，没给你说是没到3个月呢，好多人不知道这事儿，没敢声张。哎呀，确实，这个月份得小心。来，喝水。哎，我听薛可欣说，是你建议我回公司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嘛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当然是要推荐自己人啦。我真没白疼你，正是时候。哼，怎么啦？哎，我当时啊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现在冷静下来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只有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。我刚工作的时候，你怎么给我洗脑的呀？你还记得吗？工作呢是越付出越有安全感，感情呢是越付出越没有安全感，结果自己挖个坑给自己跳进去了。哎呀，爱情还是要有的嘛。只是我辞职之后呢，我这位老母亲，唯独的化妆机会就是去开家长会，好多化妆品都放过期了。大毒啊，那小胡，他现在还那么忠犬吗？哎，别提了。笑面虎这个王八蛋，把这事儿捅给他妈了啊！那你们不就见家长了？见了，怎么样啊？他妈可厉害了呢，见到我就说是我什么老牛吃嫩草，还上手了。你看这鹰爪功啊！哟，这挠挺严重的呀。是啊，这现在还是红着呢。那小胡他什么态度啊？哎，就是一妈宝男。那这意思你俩掰啦？长痛不如短痛嘛。行，没事儿，反正咱有工作。这薛可欣啊，马上就新3板上市了。哎，可是毕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我要去了，你怎么办？薛可欣又说了，咱们排坐，分果果。一个分公司呢做传统业务，一个分公司呢做传媒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互不干涉。合着你们早就想好了啊？怎么了？老公。
你怎么啦？你怎么了，老公？喂，有链条给我打电话，我要有新工作了。客人，小杨，恭喜你啊！你就是那个杨铮啊？什么叫那个杨铮啊？刚从华盛东方出来的吧？啊，你现在名气可响了。啊，是吗？由于你的技术失误，导致了那么大的召回事件。那不是我的责任，这个锅我不背啊。我们不喜欢推卸责任的员工，出了问题就要勇于承担责任。是我的责任，是我的失误导致产品召回。杨先生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业务精湛的技术总监。你的研发能力怎么样？我在华盛东方工作期间，带着100人团队主导了4项研发，全部都是封闭开发，一关就是1个多月，其中3项是……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快乐工作，不提倡加班。那最好，我也不提倡加班，所以我也不认同华盛东方的企业文化。但是我们是很看重员工忠诚的。听说你在华润东方的时候就是个刺儿头，还带着员工造反。我确实参与了，但不是我带的头。我确实也不认同华盛东方的企业文化。具体说一说。首先是以极低的薪资水平压榨新人，不说鼓励加班，但说鼓励奋斗，这不就是变相的加班吗？这种工作方法导致了明明可以在工作时间内完成的任务，还要拖拖拉拉、磨磨唧唧，工作效率极其的低下。因为你不加班，就等于不奋斗啊。其次，是内部竞争，为了不被淘汰，部门之间要竞争，部门内的员工也要竞争。说白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些就是内耗啊。如果一个新人好不容易通过了自己的努力混到了中层，那他就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办公室政治里去。所以一旦出了问题，没有人想办法解决，都在找背锅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为了保住自己手里的饭碗，没有人敢负这个责任。第三，追求成功，我们不能把不成功等于失败啊。成不成功是谁定义的？不是我们自己，是老板。这样的评价系统本来就是不公平、不客观的。我的人生成不成功，不是取决于老板对我的赞许、公司的嘉奖，而是取决于我的价值能不能最大的体现，我的潜力有没有被最大限度的开发。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公司和企业放大出来的。所以，我要再找工作，一定要找一个跟我价值观一致的公司。但是很遗憾，我想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这样的公司。